Hello， 大家好，我是老剑，咱们今天继续来做《欧陆风云4》。不过呢，根据我的判断啊，从这期视频之后啊，咱们的《欧陆风云》视频应该会被严重限流了。大家能不能看到就全凭缘分了。在上一期的视频里，咱们成功的击败了2大骑士团，获得了波罗的海几个重要的贸易节点。此后呢，2大骑士团分别被莫斯科以及波兰瓜分。条顿骑士团的运气还算不错啊，逃到了德兰堡，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庇佑。但利沃尼亚骑士团却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被彻底从地图上抹去。北境雄狮 DLC 之后呢，大家应该也知道，北欧地区新增了一个事件，可以让咱们从天主教变回诺斯信仰。只是呢，想要达成这个条件十分的苛刻，我也不确定咱们能不能达成。总之，咱们尽力而为啊！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再开启东方的神秘力量。先说说前提条件吧，有一个硬性条件，就是咱们需要获得瑞典的这个贝尔格斯拉根，这个是一个硬性条件。然后文化呢，自然要是北欧文化。之后有一个条件，就是一个要么咱们被教宗国绝罚，另一个就是咱们需要颁布禁止上诉法令，这2个要2选其一，想必咱们应该是选择颁布禁止上诉法令。如果被绝罚了最好，因为绝罚还会增加触发的几率。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就是咱们的统治者要有学者或者罪人的特质。如果这2个条件都不满足，咱们的所有属性都必须超过5点，并且这些要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前完全完成。想要达成这些条件，其实最简单的是瑞典。咱们哥德兰想要完成这些条件呢，难度也不高，毕竟咱们是共和制，而且呢是频繁选举，3年就可以增加1次属性，只要击败1次瑞典就可以达成所有的条件。不过即便完成这些前置条件，事件触发的几率也是很低。增加触发概率有2个，一个是咱们被教宗绝罚，另一个就是启用了宗教理念。完成这2个条件呢，咱们这个事件触发概率就会比较高了。既然要夺取瑞典的省份，那与丹麦的战争自然是不可避免的。正好咱们前往大西洋开辟新大陆，也需要打破丹麦的限制。不过如果直接对丹麦宣战，我们的盟友勃兰登堡会加入对方的阵营，因此咱们只能另辟蹊径，向汉萨同盟的领袖吕贝克宣战。神龙皇帝也不会介入这一次的战争。1464年5月1日，我们正式向吕贝克宣战。丹麦和波西米亚一样有一个3星神将，不过对方只有4级军科，而波西米亚已经达到5级军科。整体来看呢，还是咱们的战斗力比较强，但是此次会战海军才是重中之重，这场战斗只有我们有海军，所以说身衰兴亡还是系于咱们一人之手。但是敌人的舰队总数还是太多了，目前我们是暂时没有实力与敌人所有的舰船硬刚的，那么还是先撤退吧，等有机会咱们再各个击破。随后咱们的陆军抵达罗斯托克，与波西米亚会师，与丹麦及吕贝克的军队进行交战。此次战役我们取得大胜，那么之后我们便开始围攻吕贝克的要塞。之后我们聘请了一位捞船的外交顾问，希望能够在之后的海战中多捞一点船，然后再聘用一个围城的顾问，增加咱们的围城速度。此时丹麦的3星神将带了12000人前往梅梅尔，似乎是打算通过波罗的海的舰队登陆哥德兰。这支丹麦的舰队和我们的舰队战斗力其实差不多，甚至呢对面的战斗力可能比我们更强。但是呢，为了避免让对方登陆上我们的首都，我们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而这场东波罗的海海战注定会影响整场战争的战局。好，对面船沉了，有机会沉了！哇，士气打击很猛啊！甚至这个时候吕贝克还被攻陷了，好消息！那咱们继续去围攻汉堡。东波罗的海的海战注定是要载入史册的海战。这场战役，我们的马格努斯船长以少胜多，对丹麦的主力舰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而我们甚至还俘虏了4艘桨帆船，大大提升了咱们的作战实力。可以说，这场战役之后，我们便几乎占据了整个波罗的海的制海权。之后，吕贝克的舰队也封锁了东波罗的海，但是吕贝克的舰队几乎都是商船，战斗力完全不如丹麦。对面还添油，还添，哎，有本事你就来继续添。海战最忌讳的就是添油了。那么最终这第2次东波罗的海战役又是以我们的大胜而告终，击沉了对面大量的商船与桨帆船。经过了这2次海战之后，可以说我们已经完全占领了整个波罗的海的制海权。之后南波罗的海海战，我们主动出击，击沉了对面大量的商船，
而且这商船中有不少是被我们给俘虏了，咱们的海军上线有点撑不住了呀。那么经过这2次海战之后，我们已经成了波罗的海说一不二的霸主。先把不来梅给他踢出去，还可以要求他外交辅助，相当于是把他的一个君主点分给咱们的君主。这是更多谈判条件 mode 的内容。这个 mode 我觉得挺好用的，几乎玩哪个 mode 我都会额外增加。随后在海军的帮助下，我们攻克了汉堡要塞。此时的汉堡军队还在围攻咱们的雷瓦尔要塞呢。议和界面有一个强迫思潮分享，这会增加咱们首都25点的思潮进度，还可以绑架一个枢机，也是更多谈判条件的内容。本来呢还想劫掠一下对方的首都，但想了一想，还是别浪费这点 AE 了。1467年1月份，丹麦的军队正好回援吕贝克，没曾想被波西米亚的军队给逮住了。由于丹麦的军科还是4级，所以这场战斗还是毫无疑问的败了。而且啊，这支精锐还被波西米亚给全歼掉了。这下整场战争的局势几乎就已经确定了。不过5月份的时候却突然出现了一场变故，丹麦的军队被全歼之后，一直隐忍不发的瑞典军队终于动手了。他们居然选择在这个时候正式发起独立战争。你说你早不动手晚不动手的，这下好了，我们和瑞典算是无条件和平了。而这场战斗自然也没有办法占据那块诺斯信仰的地了，所以说咱们只能退而求其次，随便占领一块西兰岛得了。1468年4月，我们成功占领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由于西兰岛的居民们再次拉起看霸气国王带你受尽鸟气的横幅，所以说咱们的军队也是很兴奋啊，高高兴兴的再劫掠了一番。原谅我吧，米娜，这是最后一次了。最后的收官之战中，我们在南波罗的海全歼丹麦水师，这样我们就在战斗结束之前完成了任务，击沉丹麦舰队，获得一个减 AE 和分离年数的 buff， 这个 buff 还是很强的，只是持续时间呢不太长。战争到这里也可以正式结束了，接下来让瑞典继续消耗丹麦国力吧。我们只用占据西兰岛这个贸易节点就行了，这样我们就算是打通了通往大西洋的航路。紧接着我们与吕贝克议和，顺便再羞辱他们一下，完成一下这个时代的时代任务，这场为期5年的战争便正式结束。我们获得一场永载史册的胜利。这一次战争中，我们共击沉敌舰42艘，那这其中怕是有近30艘是被我们给抢了的。占领吕贝克之后，我们完成任务吕贝克自由港，吕贝克当地又获得了和淡泽一样的 buff。接下来的海盗避风港需要我们在欧洲有10个省份，目前呢我们还没有达标。在占领吕贝克和西兰岛之后呢，我们国家多了2块拥有文艺复兴思潮的领地，不过呢目前还没有达成接纳文艺复兴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因为之前我们把普鲁士啊还有爱沙尼亚这边假直辖了，咱们把直辖拔了，因为这些假直辖被拔了，所以说呢他们不被记载在这个思潮的统计界面里，因此啊咱们花43块钱就可以接纳思潮。在接纳思潮之后呢，咱们直接升科技。由于升级到了5级行政科技，咱们解锁了一个理念槽，我们可以先外挂一个这个影响理念，或者说挂一个经济理念。经济理念有银行事件，不过好像我挺久没见到了，不知道是不是删掉了。影响理念呢，可以出一个减20 AE 的事件，只要挂着不用点都行。那我们就先挂靠一个影响理念吧，这个不用点。1470年1月份，波兰结束了一场对匈牙利的战争，把匈牙利变成了自己的连统国。这家伙就很奇葩啊，放着好好的老婆立陶宛不要，选择要老婆匈牙利。要知道这个档咱们玩的可是普通，可不是极难啊。这样的话，波兰就可以组成一个包围网了。虽然说奥地利因为对波兰好感比较高不会来，但是波西米亚、萨克森、勃兰登堡还有沃尔加斯特、吕贝克这几个是可以争取一下的。如果我们召集大股部队进攻波兰，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迫使立陶宛和瑞典断盟，然后呢我们再打瑞典难度就要低很多。既然如此啊，我们就开始组建针对波兰的包围网。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针对波兰的包围网组织起来了。除了咱们的盟友勃兰登堡、波西米亚之外，还有采列、兰茨胡特以及萨克森。只可惜吕贝克和沃尔加斯特并没有加入这一次包围网。或许是沃尔加斯特对我们颇有微词，或者他的名字叫埃瑞克·格里芬，和我们的最后的维京人埃里克·格里芬就差1个字。没事，少他这3000人也不少。那我们便正式对波兰宣战。
波兰虽然说把匈牙利收成了连统国，不过目前匈牙利并不忠诚，即便他有15000人，可能也并不会投入战斗。而波兰的军科现在也只是5级，立陶宛甚至只有4级，而我们已经达到了6级。波西米亚也有6级，而且波西米亚可有3星神将，此战优势在我。好，那么我们在梅梅尔大破波兰军队，歼灭波兰军队6000人。此前呢，我们的联军已经或多或少打了几场仗，目前来看呢，算是5-5开。不过输的仗都是小股部队被逮住了，而且好像全是采猎输的呀。索朗普战役采猎2000败了，然后是克拉科夫战役采猎10000败了，波佐尼战役采猎4000败了。好家伙，原来你是内鬼呀，搁这拖我们后腿呀！甚至连奥斯曼都介入了这场战争，对波兰的后门发起了致命一击。那这奥斯曼加入这场战争之后，这场战争可以说是毫无悬念了。而立陶宛也是在这个时候背弃了他们的盟友。战争的同时，咱们的改革进度也达标了。第4级的这个改革其实没啥有用的，我们就选择这个吧，建立宗教机构。这个可以给我们启用教士阶层，我们现在处于没有阶层的状态，因此啊，我们就吃不到任何的这个阶层增益。在解锁了这个新的阶层之后，咱们就可以享受阶层领地给我们带来的增益，减少每月自助变化以及增加改革进度增长，配合上我们共和制的这个政府改革，咱们这个改革进度会越来越快。拜占庭的难民怎么来了？你要是早点来的话，刚才咱们升科技还能再省点。不过30年的科研 buff 也不亏，也来就来吧。大概拜占庭的难民也知道啊，现在只能依靠曾经瓦莱基卫队的好队友了。9月9日，咱们拿下了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这样的话，立陶宛应该是愿意单独与我们议和，并且和瑞典断盟了。不过现在瑞典正在打独立战争，之前警告我们的丹麦不会交战，然后呢，立陶宛已经跟我们交战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打瑞典只有苏格兰一个敌人。苏格兰 18K 人也不少，但现在正是瑞典最虚弱的时候，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那我们就直接宣战斯德哥尔摩。至于剩下的你们自己玩去吧，我要去打瑞典了。将领也没了，我们再新招一位将领。这位斯恩特桑斯尔德的将军有点猛啊，6火3冲，很强。这次厄勒海峡海战，因为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船还没有修好，所以说沉了4艘。但是这是赚的，因为咱们海军战役实在太超模了，所以说沉点船对我们来说是好事。瑞典的军队去围吕贝克了，行，你慢慢围，我们开个防御法令。一共13000人全在这儿了，那我们正好登陆斯德哥尔摩去。1473年8月6日，我们成功占领斯德哥尔摩。现在吕贝克也是沦陷在即，如果我们吕贝克被攻陷的话，分应该会丢不少。那咱们也没办法，继续分散围城吧。最终吕贝克还是不幸沦陷，但是这个家伙居然不知死活，居然改为西兰岛。这西兰岛就算他围下来，我们也不怕，直接一个船把它封锁在这里。那样子他就进不能退不能了。看来这瑞典的国王斯滕古斯塔夫森虽然说是个646的属性，但是军事战略上还是一塌糊涂，甚至希尔兰当地的百姓都不支持他。我们来劫掠的时候呢，当地百姓都是在挂横幅来欢迎我们。而面对瑞典的劫掠呢，当地的一个官员弗兰斯克伦彭甚至积极协助咱们官方防守。它可以增加咱们西兰岛25%的防御效率，也慢慢围去吧。把它港口占完了之后，才差不多39分，这分也太少了。行吧，那这一场战役就结束了。我们把奥兰岛、斯德哥尔摩以及这个最重要的贝尔格斯拉根给占领。最后自然还有大铜矿。不过这大铜矿我们占领了之后，当地的这个奇观应该就没了。所以说现在占领感觉还是有点亏，那干脆先不占了，把这大铜矿的钱直接折现吧，117块钱。如果这个大铜矿还是以前那个直接加商品产出了，我们拿了肯定不亏。但是我们拿了之后还要花1000块钱去修，现在我们还没有这经济实力，那就先放弃了。最后还有一个波兰，现在波兰已经无条件投降了，也就是说他现在认我们宰割，那我们肯定要从中牟利啊！战争赔款不能忘，现金880，我们能赚137块钱，也不少了。再让他把地归还给条顿骑士团，再让他释放一个克拉科夫自由市，这个自由市大概率会便宜我们的盟友波西米亚，便宜就便宜了，帮了我们那么多，我们送个克拉科夫也不过分。最后再绑个枢机，那么这场战争也就正式拉下帷幕。这条顿骑士团还得谢谢咱呢，你看你这损色
只可惜他现在进神罗了，我们打他的话，神罗皇帝也会来，但这个没关系啊。对于东西普鲁士地区，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想法了。连续的几场战斗让我们的后备人力消耗了不少，并且呢，我们的经济也有一定的损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好好休养一下。这怎么还把克面给抢到了呢？文艺复兴都出来20多年了，居然没有人抢到克面吗？奥斯曼没有接纳，刚好我们威望够了，这个克面出现在了淡泽。那这样的话，淡泽地区的收益就提升了。那我们赶紧把淡泽全合造上。如今我们已经占领了重建诺斯信仰的重要省份贝尔格斯拉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筹划下一步。目前呢，所有条件我们都已经达成了，只差一样，那就是颁布禁止上诉法令。这个决议的条件是教宗国对我们的好感低于50。现在教宗国正在与威尼斯交战，那我们就趁此机会啊，辱骂教宗一下，反正都要改姓了，那不如骂得狠一点。你的恶行从爱尔兰到契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样的话，我们条件满足，便可以颁布禁止上诉法令了。这样的话会导致条顿、立陶宛、沃尔加斯、丹麦、萨克森、劳恩堡、吕贝克、瑞典教宗国对我们好感度集体下降，并且呢，每年的教廷影响力也会下降。那我们现在还有20点教廷影响力，已经选不了这个圣座给的 buff 了。那我们就把这教廷影响力全部花出去，说不定啊，临死前还能再选个教宗。然后呢，我们再通过裁撤修道院法案，这会增加咱们国家的税收。而且呢，咱们也不用再向教廷金库给钱了。影响理念的特殊事件没有出现，那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启用宗教理念。宗教理念组启用之后呢，那个事件触发的概率也会增加。1476年的11月份，我们攒够了1000块钱。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科隆堡，我们先给它升级一下。等它再建的时候呢，咱们点任务海盗城堡科隆堡。这样的话呢，谢尔兰的贸易中心等级会提升，并且呢，咱们的名胜科隆堡会提升2个等级。这样的话，咱们的这个科隆堡就是2级，等咱们这个升完了之后，它就默认变成了3级，给我们增加贸易获得的海军传统。那么现在已经到了1477年，我们的科技又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提升。现在我们可以升级到7级形式科技，再解锁一个理念槽。如果不是看到咱们的这个创新度要没了，我还想再等1年的。不过军事科技还可以再等1年，等明年的1月1号再升。这第2个理念槽就毫无疑问开探索了。现在呢，英国啊、葡萄牙、卡斯蒂利亚他们都已经把探索理念给开了，我们也得早点做准备。随后呢，咱们又有一个重磅的消息，那就是我们海的对岸法兰西现在愿意与我们结盟。就算到时候不幸与波西米亚断盟，或者说波西米亚的3星神将没了，咱们还有法兰西为我们兜底。1479年的7月份，我们与丹麦的停战协议已经到期了。现在丹麦内部正在爆发农民起义，而丹麦现在海军力量还没有重新组织，也就是说它现在是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那么不趁着此时偷袭就更待何时？我们立即向丹麦宣战，目标是东日的兰这个吕贝克地区的贸易节点。波西米亚也别闲着，过来帮忙。你的3星神将还活着吗？还活着呢，真长寿。1482年的2月20日，我们与丹麦的战争也可以暂时告一个段落了。本来呢，这一次我们是打算把赫尔施泰因这个贸易节点一并给拿下了，但是呢，考虑到这个是在神罗境内，这个奥地利肯定是会问我们要地的，所以说呢就不考虑了。之前吕贝克奥地利倒是没有找我们，因为不知道是哪个 DLC 改的，好像神罗皇帝的这个好感在某个阈值以上，他就不会找这个神罗纯元要地，不用结盟也可以，好像是100还是90。那么我们这一次就把这个东日的兰还有阿克什胡斯啊这2个吕贝克的贸易节点给他拿了，然后呢再把这个贝尔根胡斯以及特伦德拉格这2个白海的应该是北海的贸易节点给他拿了，最后呢再把飞鹰还有洛兰以及最后的这个岛给他拿了，那么这场仗也就可以正式结束了。因为我们在白海地区又有了新的地盘，所以说咱们现在海盗劫掠的地盘又增加了，咱们可以直接抢到这个曾经的丹法区。阔别数年，我们又来抢劫了。莫斯科又警告我们了，之前丹麦警告我们，然后立陶宛警告我们，最后莫斯科警告我们。最终我们的大船长比约恩普林茨还是没有等来这个改诺斯信仰的事件，这个事件确实太难触发了，而且他现在已经67岁高龄，即便触发了，想要等到这个后续的事件还是要一定的时间的。因此啊，就算他现在触发那个事件，后
后续的事件应该也触发不了了。咱们的这个比约恩普林茨船长自1454年开始执掌咱们哥德兰近30年的时间，在他在位的时候，咱们哥德兰疯狂对外扩张，并且彻底的制霸了波罗的海。虽然说比约恩普林茨接受了作为海盗注定的命运，一个残酷而不合时宜的结局，大概率就是被沉尸波罗的海。那么接下来我们只能让我们新的船长继续复兴诺斯信仰的大业了。这个船长咱们选择一个外交的可以让我们更早的点出海外探险。现在他34岁，我们需要刷一下，看一下能不能给他刷个学者或者罪人特质，这是不得已的情况，因为地理大发现时代就那么几年，我们需要分秒必争。而我们的上一任比约恩普林茨船长因他的功勋卓著被尊称为最后一个维京人，而埃里克格里芬则是顺位继承，变成了倒数第2个维京人。最终我们给我们的新任大船长瑞提尔刷了一个学者特质，希望他能够在有生之年为诺斯正道。此前呢，我们把这个海盗避风港这个任务完成了。这个任务呢，可以给我们送一个永久 buff， 根据咱们当前的执掌派系来提供 buff。我们把我们的执掌派系调成走私者，这样会增加我们25的撕裂效率。反正咱们是尽可能的把撕裂效率拉高，而且呢，咱们还可以解锁一项决议，把咱们的这个修正替换成另一个，就是这个选择什么劫掠重心，要消耗咱们1点稳定度来替换。与丹麦战争结束后，我们休养了几年，此时我们突然间发现，我们东面的邻居罗斯人居然遭到了大丈人的暴打，是金帐汗国要复辟呀！不知道金帐汗国是怎么做到的，他已经6级军事科技了，而莫斯科仅仅4级，伊凡大帝5军事，大将这个才2军事，怎么还追不过大仗啊？或许是之前与瑞典交战，在芬兰耗死了不少的部队，导致了这个俄芬战争损耗了大量的莫斯科人力，故而现在莫斯科已经没有人力了，而且后备只有1000人，此时不战更待何时？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行驶容量只剩下20几了，这还是我们把爱沙尼亚的这个核心给它包了的原因。海盗政体有一个限制，加直属州的治理成本加75%，这个限制还挺恶心的。我们只能等下一级行政科技的法院出来了，减少一下咱们的这个直属州治理成本。而且此次我们不仅打算对莫斯科动手，还打算对立陶宛动手。立陶宛6级军科只有24000人，而且没有后备人力，其盟友只有一个沃尔加斯特。我们有一个任务，那就是这个吕根与哥德兰海盗，正好要把吕根这个岛屿给夺取了，所以说立陶宛也在咱们的征伐之列，而且这一战还可以叫上我们的2个盟友，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不过说起来啊，这波西米亚这3星神将还活着呢啊！我那30年的船长都没了，你这个30年的将军还活着。好，我们率先与沃尔加斯特议和，还给勃兰登堡塞了块地啊，毕竟他帮了我们这么多。那么在夺取了吕根之后呢，我们也不用造河，直接点出任务：吕根与哥德兰海盗，获得一个75陆军传统的将军和75陆军传统的提督，并且释放一个附庸国。我们只有一个要求，这附庸国不要跟我们抢波罗的海的生意就行。注意看一下这75陆军传统的将军，无火一冲一般吧。75陆军传统的提督呢，也一般。1489年2月10日，咱们的殖民大业终于有了进一步的进展，跨越厄勒海峡任务完成，发现了百慕达，并且至少有一个属于加勒比殖民的省份已经发现，这个就是葡萄牙的这个省份。葡萄牙已经殖民了5块地，恐怕要不了多久，他们的这个殖民领就出来了。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呢，咱们有400个定居者进入百慕达拓荒区，并且我们会获得加勒比殖民地的所有贸易河口的宣称。百慕达这个呢是西伯利亚拓荒区，所以说是不占咱们的这个殖民地关系的。咱们的殖民者还在格陵兰岛这里拓荒，毕竟咱们的目的是占领全世界所有的岛屿，这格陵兰岛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啊！只要找到这个岛屿，咱们就算是有参照物了。接下来是加勒比海盗，让我们在加勒比地区有5个省份触发阳光下地盘事件，不知道又是什么。由于莫斯科境内叛乱横生，他自己已经镇压不住了，这莫斯科的衰亡不过是时间的问题。那我们先与莫斯科议和，懒得继续多占地了，我们把涅瓦、诺夫哥罗德、维堡这几块地给占了就行了，最后再炸他几百块钱，让他直接破产，岂不美哉？最后再与立陶宛议和，我们把普斯科夫这个贸易节点给拿下。拿下这3个贸易节点之后，我们应该是能够在这边开公司了。然后就是厉行要钱，要知道咱们的目的不是扩张，
而是为了要钱。领地对于我们海盗来说就是累赘，所以说呢，我们要尽可能的精简咱们的领地，一些无用的领地咱们就没必要拿了。就比如说像这种地盘，他拿它有必要吗？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只拿这个贸易节点的原因，其他感觉也没啥用了，随便再肢解它一下就行了，然后再掠夺一下它的首都，岂不美哉？好，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领地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扩张，使用容量目前刚刚好。现在已经到了1491年的1月份了，这实在是不想等了，因为我确实也不知道要等多久。我们是1477年拿下贝尔格斯拉根的，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准备了14年了。这个事件还要等多久呢？我也不确定，因为它的触发时间是100年判定一次，出现的概率确实是太低了。那干脆咱们就不等了。本来在咱们最后的维京人普林茨船长在位的时候呢，咱们就应该已经回归诺斯的正统信仰了。如今启用东方的神秘力量也并非咱们所愿。咱们的第4任船长瑞提尔在征莫斯科的时候，曾经在这个诺夫哥罗德获得了诺斯人先记，因此回来了之后他就闭关在贝尔格斯拉根在这里闭关。忽然有一日这个贝尔格斯拉根的这个森林风声大作，在这个风声中忽听的遥远100里之外有人惊呼：误了，我误了！却见咱们第4任船长瑞提尔未着寸缕，裸着身子从这个森林里走了出来，遇到人就大呼：我误了！他误了什么呢？没有人知道。总之在此之后他天天在船上念叨着这个教会注定失败，让我们重拾古老的诺斯信仰吧。于是就给咱们的船员开始传教了。这个是转诺斯信仰的这个前置条件。那咱们的第4任船长瑞提尔究竟是真误还是假误呢？那咱们就下期再说吧。这一期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